要不是呢，这个银行经理说了大实话，我到现在还不知道，原来呢这银行的定期存款呢还有这个大门道，有三不要啊。据说呢很多人呢都是不幸中招了。自古以来呢，相信在我们大多数的老百姓的心目中啊，去银行存款呢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了。以后用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。无论呢是想买房创业，还是这个子女的教育，想要以后呢生活过得好，那必须呢手里面有一定的一个积蓄，对不对？自然呢就会有很多人呢都会去选这个定期的一个存款，因为呢这个定期的一个存款呢，不单呢能为人们提供一个稳定的一个资金的来源，还能为以后的一个长期规划呢提供更多的一个支持。但是呢存这个定期存款呢，有很多都是你不知道的一个大学问啊。最重要的是有三个不要，也是我最近去银行存款时呢，这个银行经理呢才给我说出了一个大实话。希望呢接下来的一个视频呢，大家能够耐心认真的看完啊，起码呢能让大家呢避免不必要的一个经济损失，还能让大家呢有更多的一个利息可能。那在看视频的同时呢，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给视频呢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并且转发出去，让更多的人都能够知道啊。那第一呢，就是不要再用银行卡来存定期了。那在最早之前呢，银行卡还没有发行时呢，在银行存款呢几乎都是用到这个存折或者是存单啊，不但安全，而且呢还能够及时看到一张张的一个存单，就有一种自豪感。毕竟呢都是辛苦积攒下来的一个钱财啊。后来随着银行卡的一个发行呢，很多人都是为了方便，就选择了在银行卡里面存这个定期存款。但是在银行卡里面存这个定期存款呢，有很多就是一个安全隐患和一个弊端。比如说呢，个人的一个存款信息呢是很容易被泄露。再者呢，就是万一这个银行卡丢失之后呢，被那种不法的人给捡到，会利用你的一个身份呢进行一个非法的操作，从而呢影响你的一个定期存款的安全啊。所以说建议大家呢，最好呢不要用银行卡来存这个定期存款。那第二就是在存这个定期存款时呢，最好不要选择那个自动转存啊。很多人为了就是时间的一个方便，在存这个定期存款时呢，就直接呢选择这个自动转存，自以为呢这个转存呢还会按照当前的一个利率来存啊。殊不知呢，这样呢你就中了银行的一个圈套，因为每年的一个利息呢都是有所不同的。而且呢，自动转存的一个利息呢，要比之前的一个利息还是要低的。如果不知道呢，你就会有部分的一个利息损失，这样呢就有点不划算了啊。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再次的去重新存款。第三就是存这个定期存款时呢，最好不要选择那种国有的一个大银行。那在大多数人的一个心目中啊，只有在这个国有大银行里面存款才是更安全的。所以说，对于一些小的银行，比如说这个村镇银行，一点都没有去关注我。其实现在呢，我国的这个小银行也都是有这个存款的一个保险标识的，所以说还是非常安全的。而且小银行呢，为了拉动更多的一个储户，不但呢会给比这种国有大银行还要高一点的一个利息，而且呢存款呢还会有福利，比如说存不同的一个钱数就会给你相应的一个福利，给老百姓呢带来更多的一个物质优惠啊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那么大家对银行存款的一个三不要，大家都有什么样不同的一个看法呢？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。